开这个脚这样子的是什么？搭脚车啊，很好玩的。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分道扬镳了。wave一下 ，Hello。一年里面都很少见面了，见面2次的时间。没有这么夸张啦，1年见1、2次。不是也有，比较没有这样频密了。我现在要去接我爸爸去画室，让他在那边创作，然后我就会整理一些文件啊，或者翻他的画，收拾一下。以前小时候都是爸爸送我上学放学，现在轮到我送他上班下班。好的。好，走。我是吴薇薇，我之前是在金融业，大概有16、17年。现在我是我爸爸的可以说是经纪人，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多一点像他的小助理啊，或者是打杂的。我是吴明全，出生于1937年，今年已经是85岁了。薇薇的爸爸吴明全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，8岁时从印尼移居新加坡。他在本地完成高中教育后，便到美国修读纯美术。1982年，45岁的吴明全荣获第1届大华银行年度绘画大赛的冠军，7年后获颁新加坡文化奖。这2项奖项来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也对我的艺术生涯一种认可，就能够变成一个传世的画家。40年来，吴爸爸没有假手于人，亲手处理自己的绘画事业。疫情冲击下，他意识到有点力不从心，画室应该可以更好的管理。刚好我的女儿吴薇薇把我的一些作品很有次序的把它整理起来，后来就变成我的经理人。我已经85岁了，在体力各方面就比较差了，需要像我女儿这样的来接手帮我处理。这一张呢，就是很经典的。这一张就是我爸爸在欧南园照顾我。我为什么会觉得说要帮我爸爸来做这件事情，是因为当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父母呢会付出一切来维持我们这个生命。当我们父母老的时候，像我爸爸妈妈到了这个年纪，我们应该奉献我们的能力。吴爸爸年轻时曾经在欧南园经营镜框安装生意。同一个店屋是创作空间，也是生活起居室。闲暇时也可以照顾年幼的孩子。他小时候可以说是在我身边，那时候8、9岁，有时候还帮我比如说剪纸啦，拿打颜色啦。现在我在帮我爸爸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说很多我以前做过的事情，比如说搬画啦、排来排去啦、移画啦，然后调颜色啦、洗毛笔啦，等于好像我又回到我小时候。我爸爸在画画，我也在旁边拿着他的那些宣纸在那里画，所以有一些我的剪纸啊什么，他都放到他的画里面。薇薇儿时的剪纸，
为父亲的画作添加了几许稚气童真的气息。国家美术馆如今展览着当年薇薇参与创作的作品。我有印象哎，剪这个，拿那个剪刀来剪。意义上啊，是我们父女两个人的创作，可以说是能够体现出我们父女的感情。岁月不留人，时间过得很快。从这幅画让我回想跟他一起作画的回忆，就仿佛我们两个合作在一幅画里面。虽然现在模式不一样，我在帮我爸爸管理他的作品啊，这些也算是一种变性的一种合作方式吧。薇薇虽然从小就和父亲很亲近，但是上大学期间，薇薇却一度跟父亲的关系闹得很僵。大学的时候，他每天晚上比如说去巴蒂啊，去跟朋友。因为我常常出去，他不要跟我讲话，他就骂我。他说：“哦，你已经大学了，你也不注重一下你的学业什么什么。”我成长的一个过程，就想多一些交一些朋友。所以当他们约我出去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或者尝试喝酒啊，我也会说：“哎，我可以 try， 对吗？”咦，爸爸，你看这张。这个是我小时候画的，是啊。吴明全年轻时经常游走各地进行创作。薇薇大学毕业后则忙于事业打拼，也曾常驻中国成都2年半。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做我的事，他做他的事，大家都分道扬镳了。所以有时候1年里面都很少见面了，只见1-2次的时间。没有这么夸张啊，1年见1-2次。不是也有，比较没有这样频密啦。这一幅他是在印度创作的作品。可喜的是，薇薇可以借由父亲的画作，追寻父亲走过的足迹。其实透过我爸爸的画呢，我觉得可以看到我爸爸一个整个人的性格。比如说，我们小时候80年代的时候用的颜色呢是比较淡的。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说呢，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呢经济压力也比较大，因为我跟我姐姐她都要照顾到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跟我姐姐已经是经济独立了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她整个人就已经放松了。所以你看到她用的颜色呢，就越来越鲜艳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比较喜欢这边哦。我也很感恩，我有这个福报，让我看到我爸爸真正创作的整个过程。在我来讲，能够在往年里面有一个帮手，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。吴明全和女儿薇薇如常来到画室，但是今天他们还多了一个小帮手。我是钟景纯，今年14岁，我的外公是吴明全。跟我的那个孙的时间，除了他们的生日啦，还有除了过年过节啊，还有在一起的话，我现在时间比较少了。Nicholas 放假的时候，刚好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课外活动，也在跟我姐姐聊天的时候，觉得说他的孩子对我爸爸的创作不是特别了解，变成说放假有时间就叫他来画室帮忙，这样让他也可以同时间可以接触跟我爸爸在一起，跟他外公有一种沟通。我到画室里就会帮他们搬画、量画和做一些记录。看到很多外公的画，感到很惊讶。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开始画的画，到现在。
喜好接受新挑战的吴明全，在外孙的协助下，开启数码创作的新旅程。就是它这个有出。我教外公画平板电脑，用不同颜色画和换笔的大小。我是能够接受挑战的一个画家，比如说现在的数码新的东西我要去接受呢，要给我一点时间，但是我不会抗拒，我觉得应该去尝试，不要畏惧。薇薇在2022年父亲85岁生日时，替他举办了一场回顾展，展示父亲多年来的创作结晶。父女俩挑选绘画时就费了一番功夫。我一点头绪都没有，不知道怎么样去把我的200多张塑成85张的作品。我就会问我爸爸，我说哪一些你觉得是你最喜欢的，是精品？他就跟我讲，这张也是，他每一张都是。我的作品的这个材料是多方面的，所以在筛选方面有一定的难度。我们经过讨论，然后我慢慢给他看说，哦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吗？所以在沟通方面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后来我在开幕那天，我都觉得非常激动，也非常感动。看到整个展览，我都吓坏了。他虽然没有那种经验，但是把这个展览做得很到位，非常成功，我非常满意，可以收到90分了。爸爸给你很高的一个评价。是，我有点感动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，所以我有一点惊讶。我觉得我爸爸他这个人呢，是比较少用言语来表达他自己，所以这次我亲耳听到，我是非常感动。回顾的不只是作品，也要展现父亲60多年来的创作历程。薇薇也翻箱倒柜的把家中封藏多时的老照片找出来。在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，不禁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重新的再了解我爸爸、我妈妈整个家族，好像走入历史一样，看到以前的照片啊，然后我就会问他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这个你给啊？DJ。这个也是吗？这个是也跟我的妹妹。我奶奶她戴过的，所以你看到她这个，这一个就是她的，这条这个链子是她的。回忆总会有遗忘的角落，家庭聚会时，薇薇就趁机弥补父亲缺漏的部分。你拿出来给他看，这个他不知道的，他口风不懂，猜得到。这是谁？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愉快，就给大家好像有一个机会聚在一起讨论说，以前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的。薇薇的三姑对每个家庭成员都了如指掌，薇薇的姐姐则和儿子在旁聆听。我们也发觉到，其实我们家族常常有聚会，然后以前呢也有拍 birthday 的照片呐。翻阅旧照片，让薇薇回想起曾一起生活过的祖父祖母，特别是父亲孝顺两老的榜样。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我爷爷奶奶，都是他照顾到他们临终。我爷爷要临走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吃麦当劳的鱼柳包，然后我爸爸还特地去买那个鱼柳包给他吃。从他的身上我可以学习，当父母老了以后，你也应该这样子对他们。我心目中的父亲是非常慈祥，很有耐心，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画家。他对我来说，这一辈子我能遇到他，我挺感动的啦。父亲的身教，薇薇铭刻心头。当年迈的父母需要更多的陪伴，薇薇1年前毅然辞掉工作。
因为疫情的时候为了让他们有一点活动啊，所以我爸爸在85岁学打麻将，然后我三姑86岁也学打麻将，就是为了和我妈妈打。我妈妈她是失智症的一个病人，让她可以就是有一些思维啦，一些 mind activity 这样子。她其实很清晰，她打麻将，你看她比我还厉害。我妈妈刚刚得失智症，我们要送她去那个上课啦，就是让她有一些活动的时候，在车上每一次送，每一次都在骂，然后我在车上就一边开车一边哭，她就一边骂一边骂，一直骂。因为她说的话就会不是那么好听，她可能说哦你怎么那么不孝，她说这些东西不是她真正想要说。她得了这个失智症，她的情绪不可以控制。微微的母亲在10多年前中风，后来又患上失智症。庆幸的是，在家人的呵护与陪伴下，母亲的病情获得控制。有时候她情绪很难控制的时候，我就会拉着她的手，跟她说：“我其实很爱你，你可以不要让我这么伤心。”因为她看到我在哭，有时候她就会平静下来。这个哦，是把这个啊。有时候我跟我爸爸就是会去买一些画画的材料啊，比如说他的 canvas 啊，他用的那些布料啊。我们一般都会在这里逛啊，看有不同的材质，比如是纱布啦。有一种丝织品，还有一种特别薄的。当我把它加在那个另外材料的时候，它会产生那种很漂亮的效果。哇，这个挺好看的哦，这个很多颜色都很好看哦，你看清楚。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跟我父亲沟通的方式，因为毕竟你要对他的话有一定的了解，你才能知道说选哪一种材料他比较喜欢，而且能够得心应手的运用。这张作品啊，基本上已经是要完成了。就是我是觉得我有一个福报，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孝顺的女儿来帮我，给我在这个创作方面更有信心，更能够再进一步的跟他看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再合作的空间。wave 一下 ，Hello。刚开始我爸爸说我们要拍 YouTube 啦，或者我们需要把他的作品放上网啦，我爸爸他都有一点顾虑。然后慢慢的，他就可以接受说，哦，其实这个数码平台还是有好处的，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他。透过自媒体将父亲的创作推荐给年轻人，微微也将画作商品化，吸引更多年轻人对艺术的关注。手机壳啊，还有这个平板电脑的壳，这个也是我爸爸的一个作品，就是用纸浆做的一幅作品。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对艺术都很感兴趣，他们可能说因为经济上的一些困难，他们也没有办法说要收藏一幅画。有很多画作呢，都能把它变成说另外一种艺术品，就是可能是商品来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我爸爸。疫情期间，吴明全的创作上了网络，但个人的空间却缩小了。微微特意安排时间，让家人出来透透气。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老人家有时一直在家里不能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是想到大自然，好像海边这样啊，他们可以吹吹海风啊，对他们健康也有帮助。其实我们是先来散步，看到人家在那里骑那个4个人的脚车我们就觉得也可以带我妈妈来试一下。我们刚才在那边做什么？走路啦。不是，你在那边哇，风很大。你讲那个我们在做什么？那个脚这样子的是什么？搭脚车啊。对的对的。很好玩的。
我妈妈还没有中风以前，我小时候她都会带我出去啦。虽然我妈妈现在行动不方便，但是尽可能的话呢，我也觉得说想带她出去啦。我觉得我爸爸他的心态是永远处在青春期，即使现在你看他85岁啊，我跟我朋友去东海岸骑脚车，他也跟着去嘛。觉得身为一个父亲哦，不要摆起父亲的那个严肃的架子，而是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，就是好像很随和。很温馨，有爱心。我觉得伟伟哈，他要放下他的工作啊，来照顾他的妈妈。我希望他能够永远照顾他的妈妈，不要放弃。我们跟他打气。在我心目中，伟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女孩子。她不是照顾她妈妈一个，她也是把我当她的妈妈这样照顾我，所以我被她感动了。我反倒觉得说，我在职场的时候不是真正的自己，在我父母身边反而觉得更轻松。不是说在父母身边压力不大，但是他压力是另外一种压力，比如说好像是担心他们的身体啦、健不健康啦、吃不吃得好啦。我是觉得蛮幸运的。他每一次有关心到我跟我太太的那一段话，就是表示他还是很这个仔细的为我们的生活起居去考量。维维是一个很孝顺、很善解人意、很有慈悲的一个女孩子。